嗨，大家好，我是 Jimmy 林田耀，我是 JL Studio 的品牌创立人。JL Studio 它不是一个餐厅，它是一个推广新加坡料理跟 culture 跟味道的一个 platform。我最喜欢分享新加坡料理给全世界，我就是新加坡料理的使者。我前半段的生命是在新加坡给我的，然后我的后半段是在台湾发展。我比较幸运，我有2个家。相隔1年多再次拍摄《我懂你》，这次要拍摄第5系列，而第1场就要出国。我的目的地是台湾台中。Cabin crew, take off stations, thank you. 那车子已经开了1个多小时，现在我们来到台中市了。刚才一路上呢，交通很顺畅，也晴空万里的。不过夏天来到台中，只有1个字可以形容：热。这里是台中火车站。台中虽然没有台北高楼林立，但是经济发展也相当不错。这里的餐饮业也相当蓬勃，有1家3星级的米其林餐厅，它背后的主厨是一名新加坡人，他也是第1名获得米其林3星荣誉的新加坡人，给新加坡带来了骄傲。今天我和他约了在这里碰面。Hello， 嗨 ，Jimmy，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台中。所以昨天刚到，昨天刚抵达，还 OK 吗？一切都 OK， 饭店这些都很顺畅，睡得 OK。这里呢，就是一个旧的城市，所以这是一个老城区，对，有很多老店。这边有很多一些文创啊，比如说公园眼科，它很有特色。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的是其实一般旅客不常去的地方。对，那我车在前面，我们往这里走。好的，对。我们现在要到你的餐厅 JL Studio 去嘛？车程大概多久呢？大概25分钟。那对台中那个整个地理位置还是不太清楚所以你的餐厅是在台中市的。餐厅现在是在南屯区。我的观察就是这里的餐饮业挺蓬勃的。就是有一点意想不到，也发现有蛮多米其林星级的餐厅。OK， 是这几年才开始这样吗？米其林刚进来台湾是2018。然后是到2020年才进来台中的。台湾人很喜欢新的东西，什么 cuisine 你都找得到。是，以台中来说，我觉得10多年了，现在真的改变很大。我来了也10几年了，它的餐饮也一直在进步，一直在创新。而且就是种类很多，对，很多外国餐馆，本地的地道的一些台湾的特色的一些餐馆，对，或者小吃。我觉得小吃是台湾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你还没吃吧？还没。等一下我们会经过一个台湾的小吃，我自己蛮喜欢的，它是叫虱目鱼。到了，虱目鱼汤。虱目鱼汤。对，这一间是我发现到它没有土味的一间虱目鱼。对，这里。那我们去看看它的菜，小菜的，你爱吃什么你就跟他点，然后一个豆腐好了。我很喜欢它的这个 belly 这里，就是它的这个 collagen 这样的，对，就是鱼肚那个油脂比较多的地方，都很嫩。让我试一下它的肉。完全没有土味，
那喝这碗汤会不会让你想到新加坡的鱼汤？会啊，就蛮像的鱼汤，只是我们少了那个牛奶啊，对，跟那些，因为它的汤的汤头比较简单，像我们的鱼汤就比较多，可能有时候会放一个 milis 或者那一个扁鱼去炒煮。对，那你是潮州人，所以我就想到说，因为这个有点像潮州粿，那个感觉是不是让你？像它这里的粥是把饭放进去的，所以很像泡饭一样。是。你的餐厅是在2017年开业了，所以那个时候要在台中卖新加坡料理，对你来说，什么是新加坡料理？对我新加坡料理应该是就像我们新加坡很融合的。我打一个比方，拉萨好了，其实每一个 individual ingredient 你 pick out 的时候，它自己都是很有独特性，很有自己的味道。可是你煮在一起的时候，你喝那个拉萨汤的时候，它是很 balanced 的。对，所以我觉得新加坡料理应该是这样。保留那个和谐的那个元素，对，很和谐的一个元素在。以前我的旧家在附近，所以下班经过，然后就会停下来吃。是，那时候宵夜是在几点钟呢？可能要11点多吧，有时候12点。那你在台中也生活了17年，台中和新加坡这2个地方，哪一个才是你的家？哇，好难的问题哦。可是如果你要这样讲，这2个地方我都把它们当成我的家，因为新加坡是原生地，前半段的生命是在新加坡给我的，然后我的后半段是在台湾发展，很多的机会也是在台湾有，对，所以这里也慢慢变成我的家了。所以对我来讲，这2个地方都是我的家。我比较幸运，我有2个家。你带我吃了一个没有土味的虱目鱼汤，让我对虱目鱼改观了。那我们就去我餐厅吧。好，那我就做一个没有鸡的海南鸡饭给你。走。现在应该靠近 GL Studio 了吗？对，现在我们再过去大概 maybe say 10 minutes。对。呀，我们到了。这栋建筑看起来好特别。对啊，是有点像在东海大学那边的那个一个 chapel。它有这个 A 柱的一个感觉。就是餐厅所在地。对，餐厅的地方在这里。那我们过马路。这里应该不是你的餐厅吧？这里不是，是我们同属集团的餐厅。这里是一个意大利餐厅。那餐厅呢是在2楼。对。所以所有来你餐厅的人都要经过这里。都要经过这里。没有去刻意的去设计，我们就想让它进来有一个不同的空间，所以当你电梯一开，你看，那个感觉很不一样，就不一样的感觉，对，就整个格调有点不一样。所以，请进，欢迎来到 JL Studio。之前看到厨房，我希望客人看到我们在做的东西，所以不像以前传统的。格局都是封起来的，随时你可以走过来，跟我们交谈，还有味道，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sense，就是先让客人闻到食物的味道。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缓冲的空间，像一个 lobby 这样，客人来可以稍微休息，而且这里就是你的那个奖牌了，多年努力的成果。很多血汗在里面，所以米其林获得2星。对，第1年2020年的时候，2023年拿到3星。对，你的餐厅其实在2019年就获选进入亚洲50大餐厅。对，其实是蛮快的，就开业2年之后，然后接着就连续好几年是进入这个榜单。米其林2023年3星，那获星之后压力是不是更大了？没有压力是假的。对，虽然这个 award 很荣幸得到，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督促，然后让我们一直要每天的不断的晋升或 push 自己。怎么样去保持说不断的创新的那个概念，或者是维持那个水平呢？你说创新的话，或者要 improve 客人的 experience， 它不是因为这个奖我才这样做，可是有了这个奖之后，它变成一个 responsibility， 所以我们要 live up to it， 一直要去达标跟维持一个这样的水准的餐厅。
这里就是用餐区了。我喜欢 touch 到一点新加坡的元素，像你看这里这个窗，你有没有一些回忆？以前阿嬷家里的那个窗花，就是受保留建筑物的那个通气孔。对的那一种感觉。我喜欢自然光可以照射进来的那种感觉。然后上面的这个花其实就是那个 rose square， 我们过年吃的那个饼。是 design 没错没错。对，所以这个是藤制的家具的感觉。因为就是用阿嬷家的藤椅，应该每个新加坡人都会有这个 experience， 就可能小时候对那种藤椅坐在上面，对我是一个回忆。整个用餐区可以坐多少人呢？这里可以坐30几个人，我还有2个包厢，所以加一加其实可以到50个。现在都几乎只借一半，因为我们要把客人照顾得更好。这里不只是来填饱肚子，我很想要跟他们 share 新加坡的味道跟 culture， 这是 JL Studio 从第一天开始 set up 要做的事情。在台中卖新加坡料理是不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呢？其实那时候7年前，如果你讲说在台湾做新加坡料理，或者在其他个城市，我都觉得是一个冒险的一个动作。那时候决定要做的时候，我心里是想说，我想要当 that restaurant， 而不是当 one of the restaurant。哪怕我在台中，我想要说做出名声，一定会有人来的。所以我就抱着这个信念一直在做，坚持。我是为了没有鸡的海南鸡饭而来的，所以你现在要示范这道菜， 对不对？所以海南鸡饭的诠释是用鱼来取代鸡。对，因为我觉得用 Garoupa 它的肉质比较 firm， 我们用 poach 的时候就会跟海南鸡饭的皮的那个 Q 度是一样，有点相似。对，海南鸡饭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质在味道上是有姜、葱，还有香兰叶嘛，对不对？所以这道菜你在准备的时候都会使用到这些材料。对啊。那海南鸡饭呢？我吃的时候，我觉得最不可或缺的就是鸡饭的辣椒。你的辣椒是青色的，因为我用了台湾的糯米椒。视觉上很漂亮。海南鸡饭一定要有饭啊！要有饭，对，我把那个饭煮成像粥这样。所以是米浆吗？对，米浆。然后上面那个是鸡油。哦，好，让我试一试。可以试试看。你看整个有没有很像？有鸡饭的味道。有。如果我不看闭起眼睛的话，我会觉得它就是鸡饭的辣椒。你真的很成功哎！谢谢。怪不得台湾媒体曾经形容你是世界上应该找不到比你更爱海南鸡饭的男人。以新加坡人来说，因为我们对海南鸡饭再熟悉不过，可是它的那个味道，的确就是能够让我们就是很直接的联想到，在新加坡吃鸡饭的那个感觉。可是如果你的 brain 你不能把鸡拿掉跟饭拿掉的话，有一些客人就会没办法接受。那你怎么说服他？没有，我就跟他讲说，因为这是我们的表现方式啊，就是我希望未来的新加坡食物50年、100年后，它有没有其他的面貌，跟其他的手法，对，它绝对是一个新的面貌和新的手法。我希望。食材方面，因为要卖新加坡料理，所以那个食材会难搜寻吗？刚开的第1-2年真的比较难，找不到，很少人在用。几乎都是进口或者冷冻的，做出来的味道真的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一直在 improvise。例如哪一些材料是不可或缺的，然后是一般在台湾很难买到的？例如说 curry leaves 啊，然后香兰叶那时候有，然后 lemongrass 罗望子那个火炬姜。你现在准备的是哪一道菜？现在这个是个前菜，这个红干呢是我们用了那个昆布去腌制过，然后再用 radish 去把它包起来。红干 amberjack 一般是在日式料理里面会吃到的，所以它是生鱼片，然后配这个白萝卜，就是口味上就是日式的那个感觉，有一点那个感觉了，因为只是要让它有清爽感。第一道菜通常我会做一个冷菜。然后这里呢，就是
jackfruit， 一点点的凤梨，还有那个 mint 跟 coriander。再来这个是台湾的夹菊叶，是台湾就是俗称的槟榔叶。哦，好，那我们的这道前菜就大功告成了。好漂亮哎！在餐桌客人的前面，我们就会倒 Assam sauce。从刚才到现在，我是第一次感觉到有新加坡的元素。Assam sauce。那再来呢，还没完成，这个是阿萨姆油。会辣吗？不会，它的香气是香气。因为我们在做阿萨姆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油 collect 起来。好漂亮哎！我要拍一张照。好，试一下。是真的有阿萨姆的味道哦。我这边做了一个小转换，没有放罗望子，其实我是用了台湾的那个杨桃去发酵后，然后去做它的 sauce。这道菜真的有经验，它是冷的，冷的，还掺了那个槟榔叶，原本就完全看不出是阿萨姆鱼，现在我可以感受到它的味道是有相近的，可是，在视觉上或者文字上完全是看不到。这就是想要跟客人呈现的一个，也是一种惊喜。对。非常有创意，谢谢。你的菜单上有鸡饭，但是没有鸡，然后有好饭，可是看不出是好饭。对。那有些人就批评你这是哗众取宠，你怎么面对这些批评？我觉得这 how you want to look at it。如果今天我只做了一个你脑海里面的海南鸡饭给你，或一碗拉萨给你，那我卖这样的价钱你会接受吗？对啊。那例如说你讲到法式料理，一个红酒炖牛肉。一个 French chef 在一个 fine dining 里面把他的 rustic 的 local food 变成了 fine dining 的一个水准，为什么大家吃的这么开心呢？没有人去质疑他，为什么？因为他是有老外吗？那我是觉得说，用餐的人没有那 confidence， 我们自己的 identity 是什么？你自己是新加坡人，可是你觉得这样的食物，它不是新加坡的食物，可是你要 look at it as 它是在哪一个 level？那不然只有新加坡食物一直在 hawker 的水准而已嘛？我们不能像法国这样吗？我们不能像意大利餐这样吗？对啊，这就是 JL Studio set out 想要做的一个理念。那获得这么多奖项之后，有今天的成就，你觉得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呢？超多的，对。可是有几个 significant 的，就是第一是陈兰书，我以前的 chef， 谢谢他给我的那个平台，真的是磨练自己。他给我很多 trust 去 run 那个厨房。这里应该是你台中厨师生涯的起点。对，没错。当初为什么会来台中？就是因为乐木法式餐厅而来的。现在它叫小乐木，带你进去看看。走吧。那这里真的有我很多的回忆。其实以前这里是一个水池。对，这里没有现在的这个 terrace 这样 fresco 的，这是以前的 logo。然后现在1楼是餐厅，之前餐厅是在2、3楼。Hello， Hi， 好久不见。Very long。你好 ，Chef， 这个是那个陈大叔，你好，我是素华，你好，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听说你是从台北特地赶下来的。刚刚到，也刚从海外度假回来，对不对？是的，是我们的暑假哦。所以回到这里有什么感触？很感动，五味杂陈，对，好像回娘家的感觉。对。我们把时光倒回到2007年，还记得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吗？当时来 interview 的时候，带了他所有在学校的竞赛，所有的简报，然后跟这个他的奖状啊之类的东西，哇，捡到宝了那个时候。因为其实，在当时的台湾，就是2007、2008那个年代，是讲 fine dining 的发展是最早的时候，所以他并没有很多这样子有国际视野啦，有这么多经验的厨师在台湾。而你就是那个所谓的开幕的团队嘛，就是首批的那个员工。现在小乐木的经营模式和以前乐木有什么不同？当然，感觉现在是很温馨的感觉。对，小乐木其实希望是一个社区的一个 canteen， 是一个食堂的概念。之前乐木那种人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高冷啊，因为1楼当时是只有做 reception 跟酒窖，现在一进来也感觉到有厨房的烟火气。
之前的4楼的这个厨房，现在还是一个厨房，它是一个准备工作区。有在4楼工作过吗？的厨就房 all the way 只有在主对啊， ，all the way 在4楼。那我们可以参观吗？当然可以。好，啊，期待。有没有觉得青春都在这里了？可是是很 good experience。哇，这里就是以前我在拼命的地方。哇，this is the place。有什么感觉？很感动，想哭的感觉。以前在什么地方站过岗？全部几乎都站过了。在这里8年的，这里的任务是什么呢？这张桌子就是出菜的地方，哼通常都是 chef 会站在这边，然后检 quality 查 check。最后一个步骤很重要的检查，然后就上菜。对，还有从这边会骂我们。丢碗东西。所以你还记得他以前的表现怎么样吗？当然很好啊。我们2008年底这边开业嘛，一开始就是一个遵从我们的指令，到后面才会提供我们很多的想法，然后他也给到我们团队有很多 bonding 的力量。到2010年的时候，他整个的状态就已经不是一般的厨师了。他来的时候，他 post 是 call me， 那后来很快的 chef de party， 然后很快的就是sous chef， 他的进步，我觉得跟他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可能就是为什么后来你有很多机会就是出国深造，对不对？我觉得一个 big break 也是 chef 给我的。那个时候还是带薪的去，那时候他还付工资给你去。对。对，因为当时我认为这像是一个教育训练嘛。对啊，所以是给你的 training。对，所以我很感激、很感恩，到今天都还很记得这件事情。2008年到了台中，遇到了陈兰书，你跟了8年，对，从最初级的一直到对，做到主厨。那你也当中也出国好几次嘛，去学习。所以这段期间，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之前我都没出去过，所以我也是用努力的去把自己补强。出去后才感受到，其实国外的水准跟我们在做什么，对那个距离或者想法逻辑，我觉得没相差太远。那in the end是不管你在哪里，你是不是亚洲人或者你是外国人，重点是你做的东西是什么，你的坚持跟你的理念强不强，这才是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其实很有趣的一点，你是说，因为你当时没有出过国，所以很努力想把自己就是补强，对，补强，然后到外国去看，对。但反而是陈兰书说你的一个强项其实是很有国际观，你把那个国际观带到他团队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诠释上的不同呢？我不知道，因为可能就一直觉得自己不够，我就会一直去找资料，现在的 trend， 现在的技术是在哪里？对，会不会也是因为新加坡整个成长环境也让你比较有国际观？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小岛国，就其实从小我们就是比较对外国发生的事情比较关注、比较关心，也可以这样讲。搞不好它已经是 inbuilt 在我里面了。我也不敢讲国际观，有可能只是那个执念要成功，我就是一直想要把它做好而已。我没有 reach 到我的 target 的时候，我不会放弃。所以你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人吗？你看不出？我不知道，就是想要把它做好。对。那如果做不到呢？我不知道，目前到现在我 set out 去做的东西，我都有做到。那真的是规划很好，不然就是运气很好。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要努力啊。我不想要老的时候后悔说我 set out 的这个东西我没有达成。我不知道会需要多久，可是我会一直努力的一直去做。可以做面团、面包，或者是做一些料理，做的这4级的认知，所以它会带给团队更多的这种帮助。我不得不说 ，chefs 他是在台湾把法式料理拉到一个程度的一个先锋。那时候真的很 proud， 是乐木的一份子。对啊，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人，真的不输那些外国人。真的，所以也就是启发了你，就朝你的梦想去前进。真的2014，chef 拿到亚洲女主厨的时候，然后他带我去新加坡，那时候颁奖典礼在新加坡，我看到他上台领奖的时候，我就在台下默默的许了一个愿。我想说有一天我也想要站在上面，
You made it，那时候对真的是，他梦想成真了。 ，You made it。可是他真的是我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 mentor，就是在前面。师傅启蒙老师也是伯乐，但他真的很认真。那我们以前这里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低潮的时候会躲在上面，在那边冷静一下。当时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决定出来创业的？哦，那时候是因为觉得是时候换一个跑道，刚好就是小赖，我觉得也是我的一个恩伯乐，他就打了一通电话给我。我听 Jimmy 都叫你小赖，可以叫你小赖吗？对，你就叫我小赖就可以了好。，对非常高兴你就是主你好动访问。幸会，欢迎欢迎欢迎。你在什么情况下认识 Jimmy 的呢？在业界，大家都听说 Jimmy 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师傅，甚至到热幕的后期，有蛮多的那个 chef menu 都是他的 critique。然后我们就这样跟他聊，我说我刚好有一个餐厅是空的，随便你搞，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就这样 J 都开始，所以当时你对他就很有信心了。应该是这么说。我们不会因为说我吃你做一道很好的菜，我就想跟你合作，因为我觉得那个看不到未来。可是会想跟 Jimmy 做一间餐厅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灵感源源不绝的师傅，就是有灵感的师傅跟会做菜师傅是两回事。他有非常深厚的西餐的底子，那他做事情就是非常要求高完美的。我就只是觉得，你就相信他。假如是一个没有想法的 chef，他可能就会害怕。重点是他有想法，所以在开幕的前几周，他跟我讲说，我一直在测试的东西，我不想做了。我说哦，那你来得及吗？他说没问题。他说我想做新加坡菜。我说哦，不错哦。那时候就在跟他开玩笑说，是不是你爸托梦给你说你是新加坡人要做新加坡菜啊？其实坦白说了，在开幕的前一刻，任何一个味道我都没吃过，任何东西我都没吃过。在这之前，你只是做欧洲式的料理的。对，法式啊，欧洲。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变？现在要主攻新加坡料理呢？不知道，就是开幕的前3个礼拜，然后我已经做好第一个菜单了嘛，然后在思考说第2个菜单要再做什么，就觉得说好奇怪，很空虚，我到底是谁？对，为什么我不去做一个有理念、有新意的东西？所以才想到，应该要做新加坡料理。对，就以新加坡人的身份做新加坡料理。对，就在开幕前的3个星期。你们之前筹备了多久？快1年吧。在3个星期之前颠覆了所有的准备。对对对。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动呢？因为真的是就是看了那个菜单后，我一直觉得说很不是自己啊，很不我。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揣摩跟一直在学习国外的东西？那从来没有往自己去看。你自己是谁？你从哪里来？然后看了市场，也没有一个在做新加坡料理，就是把它 elevate 的餐厅。法式有人做，你想到的 cuisine 都有。对，那就是唯独新加坡我一直找不到。那作为投资方，也就是星野集团就是这么有信心，给予 Jimmy 这么大的空间去发挥。就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你请了一个很专业的会计师，请问是会计师要听你的，还是你听会计师的？我们既然请了一个这么专业的 chef， 应该是让他去发挥。他当时讲到说要做新加坡菜，其实我蛮兴奋的。因为我觉得他虽然是讲新加坡菜，但他其实做到的是整个东南亚菜系。因为新加坡是一个非常融合的民族，对，有蛮多的比如说潮州人啊、闽南人啊、印度人啊，对不对？然后还有马来人啊，所以我觉得他很聪明的运用新加坡菜，但是他却做的是一个整个东南亚的风味。因为 Jimmy 有说过，在他认知里的新加坡菜应该就是和谐，然后多元种族，这是跟我们的整个环境是一样的。没有错，的确是。
是，所以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 smart。人生际遇是一件很妙的事，你或许有很好的概念，但是如果没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你的想法就无法落实，也看不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刻。林田耀说，有不少人问他，如果他的概念放在新加坡会怎么样？这个答案没有人知道，因为人生没有如果。要知道，今天的你其实是昨天的决定和经历带来的结果。我上一次和林田耀在台中见面已经是4个月前的事了。这期间，他的餐馆蝉联米其林3星，而他本身也完成了多项计划。这个星期，他就按计划回到新加坡，主要是参与一个合作项目，同时见妈妈。而妈妈则是第一次见到8个多月大的孙子。Hello， Hi Jimmy，Hi Jimmy， 你好。哦，觉得又见面了，长大了。哎，这位妈妈，妈妈你好，你好，好，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是特地过来这里的吗？对，住一晚。林妈妈是第一次见到孙子吗？见到孙子，对，心情怎么样？觉得他长得像？兴奋，长相啊，要说他很像妈妈啊，他体格是像他爸爸。哦，那过去为什么没有过去台湾看他们呢？因为工作，等孙子长大见面更好。他作为你的唯一的儿子，经常不在身边，你会感到孤独吗？不会了，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找时间消磨时间嘛。我们要看开嘛，因为他是去做他的事业嘛，学他的东西。你要向好的方向去想，因为就没有事情了。这是烦恼，是自己乱想的，胡思乱想。而且可以经常通过视讯来沟通。会去问，就是去关心一下啦。这妈妈做妈妈就是关心一下啦。那我一踏进这个房子，就给我一个很舒服的感觉，觉得它的色系都是浅木色系，你们都喜欢这个色系，对不对？看你们一家3口的色系是很协调的，还包括我自己，我今天也这么来。有 dress code 这样。我比较喜欢回家的时候是那种舒服的感觉。那你现在的作息是怎么样的呢？以前我工作就是比较随性，因为时间都是自己的，现在就是要把时间规划好，然后快点回来，可以 spend time with 他。虽然我现在问这道问题可能太早，因为才4个月，你会希望他以后当厨师吗？我完全没想过，可是我现在对他，我希望他开心跟健康的长大。对。那之后他想要做什么，就看他想要干嘛。这个就是你们的婚纱照，这是 JL Studio 的那个私人包厢。对。为什么会选它做第1张呢？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个包厢，我去餐厅面试的时候，在包厢里面试。对，所以我觉得放第1张也是代表着就是从这边开始的。所以一共换了几套衣服呢？3套。3套，我们慢慢的揭晓。好。我吓到。哦，你非常的 gay 吗？对他 propose 说，我问说可以吗？然后他就我好哦，你买得到这么大件的就买得到吗？可以。对，他买的。你去哪里买的？网络上买的。网络上可以买得到。对，是给就是大号新娘。对，很大号吧？是，而且你竟然答应了，还拍下来，对，作证留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呢？你问他。
其实就觉得，因为我对，然后我觉得，婚纱怎么好像拍来拍去都是女生穿白纱，那男生也应该穿白纱。不是，就是说可以拍一点比较有趣的，对，反串啊，或者是对这种类型。他愿意拍这样的照片是表示的是真爱。对我妈妈就说，Jimmy 真的很爱你，他愿意牺牲自己，因为他真的是个头很大，就是很 man 的一个人。我还记得在拍这个的时候，有人经过我换转身，很怕被认出来，就是被关注。然后人家还刻意就是放慢了，车走过还放慢，应该他们是讲说，哎，奇怪，怎么那个新娘这么大？Jimmy 以前小时候是怎么样的孩子呢？男孩子很难带的，对他管教会严厉吗？很严厉，虎妈来的，猪肉的虎妈是吗？离他10步，第11步他就喊我回来了。从小就一直管得很严，因为他很贪玩，超时还不回来，哇，实在受不了。因为我家婆讲，你没有带还好，一个就完蛋了。而且唯一的儿子，一个坏蛋就完了他。小贩中心不轻松了午餐、晚餐2餐很忙，平时工作都忙了嘛，很忙，那精神又放这边又放那边，哇，很累啊，实在累。那 Jimmy 原本是篮球国家队的，那后来是当不成篮球选手，对，当了厨师。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你记得吗？发烧啊，那时候。他跟妈妈，我好像很烧嘞，哇，42度，哇，好像一团火在我旁边，吓到我，我马上就送他去医院哦。所以当不成篮球国手，你会感到遗憾吗？很遗憾啦，因为那时候，这就是你的 everything。可是种种的原因你不能达成，所以是其实蛮沮丧的。多久没有打篮球了呢？好久没有打了。对，在台中会打篮球吗？很难约，因为我们的上班时间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要约到朋友打球，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来到篮球场，会不会技痒？当然了，摸了会手痒。对，我们玩一玩，好不好？陪我打一下。好。你曾经是篮球国手后来因为受伤而去学烹饪。那你会觉得当厨师是迫于无奈的选择吗？某个程度上是一半。对啊，因为有想到父亲之前有说要找一门技术去过生活，而不是用运动，因为运动是有寿命的，可能你受伤后你就不能。没想到这么快就他的预言就实现了。对啊，当初就觉得说好像很简单，好像很容易上手，对我就是很容易上手，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这一个我可以 try。那父亲其实对你的期望是比较希望你往运动这方面发展，还是当厨师？因为如果照你刚才那样讲，他应该是比较希望你当厨师吧？他只想有一技之长，哪怕是一个 craft 一个修车还是什么都好。对，不要就是他觉得打球不是一个正业这样。对啊。那当时你和父亲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比较僵，就摩擦蛮大的。对，他就一直觉得我好像不务正业。那比较有遗憾的是，那时候跟他有一个交谈，about 我的 future。那我就想说，我想要走运动这一块，他一直反对。那我们到后来是不欢而散，我还推了他一把。那个时候几岁？10几岁吧，那是10几岁。叛逆的时候。很叛逆的时候。所以到他走了，我都很想要跟他讲对不起，是很遗憾没有机会。可是现在就是成为一位名厨，然后也有一技之长，也在这些领域里取得成就来回报他。希望他有看到或者感受到。那 Jimmy 现在是名厨，你有吃过他煮的料理吗？是很少，因为我很少去台湾。那妈妈最近一次吃你煮的饭是什么时候？哇，好久，应该好几年前。我就好几年前，学生时代比较多，他比较有时间在新加坡。自从他出国了，就比较少了。那么 Jimmy 有好像曾经跟你说过要出国，就是念烹饪。
然后是在你要求下留下来。因为一个阿姨是移民加拿大嘛，从小她就会跟我这个要求了。那我就每次一句话跟她讲，我们新加坡很多课程，看你要学什么、读什么都有的，不必说去到外国。她是警告我21岁哦，以后我的自由法定年龄了哦，你不可以控制我去哪里。哇，我那时候是好担心。那是很叛逆的，没有那时候跟他开玩笑。开玩笑，我当真了，我听得很慌。可是后来现在你看他就是发展得很好，他有成就，我们就说感觉欣慰，对。我的小时候的生活都是在这边 kindergarten， 然后 primary school、secondary school，所以我就是在这一带长大，变很多，真的变很多了。有些地方我都已经认不出是以前的哪里的。你父母以前的摊位就在这一带。对，在这一带。可是1号巴沙跟60摊现在是合并在这里永生的那个达曼玉郎的那个 food center。后来搬来这里一阵子后，那就 pass away。当时是卖煮炒吗？对，他的 specialty 是咖喱鱼头。那爸妈怎么分工呢？爸爸是负责煮的部分跟采购。那我妈妈呢是负责 accounts 啊、finance 啊、点菜啦，所谓的一内一外吧。要上去看一下吗？好。台中有类似这样吃饭的地方吗？如果有的话，它是在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我最想念的吧是咖喱鱼头啊，因为就是我爸的店在卖的东西，也很想念这道菜的味道。在台中有没有办法煮？没办法，没有找不到这道菜。但是你会有想要把它重新诠释，有想过创造出你的 JL Studio 的一个菜色，还在努力，因为总觉得跟爸爸的味道就少了那么一点点。可是通常想要吃的时候，还是会自己做。那来到这里，今天来到这里有没有什么灵感？灵感嘛，我觉得灵感其实是感动多过于灵感。因为回到30年没有看到的景象跟。可能有一些人物，让我回想起很多的回忆。对，就是想到爸爸，想到小时候，可能跟他们的一些互动也好，那看到他们每个人都年长了，所以还在坚持做这一个 hawker 这一行，我真的很敬佩。从小在熟食中心长大，这样的环境怎么样影响你呢？我觉得是那种过生活的态度，那种脚踏实地，然后为生活每一天的在耕耘，所以我觉得这一 part 影响我很多。那同样是做饮食业的，你从父母身上还学到什么呢？哇，其实就是那个毅力。我就 remind 自己，像我爸爸的这个做法，对他对生活上的那个坚持，他的食材他可以买到最好的，他都用最好。所以慢慢的就会被他耳濡目染，所以也就是耳濡目染，慢慢的就影响了你现在处事方式，包括喜欢规划和坚持。如果规划了一件事，就要做到，对，把它做好，扎扎实实的做好。那爸爸已经走了，妈妈一个人，你怎么弥补他呢？哇，弥补，我一直很想要接他去台湾啊，可是他跟我讲他的 lifestyle 会不一样，那我也能理解。那现在就只能多关心，多打电话聊天。那现在如果回来能给他更好的，就给他。对，那我希望这次看到孙子后，如果可以，他会不会要常过去？所以你还是希望说，如果有机会还可以接妈妈过去台湾？对啊，因为人嘛，每一年他真的会慢慢越来越老。那我也希望能照顾得到，我也不想说已经不孝了这么多年了。我希望put in我的一点点的 effort。你的餐厅连续2年获得米其林3星哦，那你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又有什么目标呢？当然很开心。未来的目标，我希望再多维持1年。我也不想人家讲说你第1年拿到是一种幸运，第2年可能是碰巧。对，那如果你可以连续好几年，那应该就是真的是实力的嘛。要维持这个3星的那个评级，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在哪里？就是每一天的那个 consistency， 就是你要一直维持一样的水准，365天，只要你开店，水准一直要一样。那我们毕竟是人，不是机器，
所以你要怎么把整个团队调到在每次 perform 都在90分以上，或者95分以上？因为我觉得100分是我们向往的一个目标。那我很希望有一天看得到那个100分，可是每一天我们能 push 到他们到90几分啊，每一天一直一点点的进步，跟一直维持那种心态跟态度，这才是最难的。那你要怎么样继续推广新加坡菜呢？就停留在目前这家 JL Studio 吗？JL Studio 它不是一个餐厅，它是一个 platform， 去推广新加坡料理跟 culture 跟味道，所以现在它是一个起点。那如果你讲说到我得到这些奖，拿到3星是一个goal， 已经到顶了嘛？我觉得不是，它是一个 key， 它是给我的钥匙，去刚刚好去打开其他门，给我更多平台可以去 share 新加坡的味道跟新加坡的 culture。所以对未来你有什么规划？如果现在有不同的平台能邀请我去，或者我有机会碰触到的，我就会尽我全力去推广新加坡的味道跟料理。我这次来到台中，感觉到这个城市改变了。除了硬体设施的提升，也感觉到软件更国际化了。林田耀来自新加坡，他的事业在台中起飞，他也在这里找到他的一片舞台，并且发光发热。他用他的创意，并且加入了他在海外游历的经验，诠释出他心目中的新加坡料理。就像很多在海外发展的新加坡人，他们在吸收了海外的文化，并且活出精彩的同时，还保留着新加坡的特质。对我来说，这也是表达新加坡身份认同感的一种方式。对于这一次的拍摄，我感到很感动，因为带我回去了很多我以前走过跟经历过的路程，然后我也很想要跟现在在打拼自己有梦想的人，千万不要放弃，坚持，勇敢的走下去，有一天你会梦想成真的。跳跳跳，这样就好了。刚好等到他累了。那我们坐下来吧。OK， 好，来。玩怎么办？可以玩。可以让小孩子哦。对啊 ，That is very normal。他要睡觉，很明显的，他就不要超了宝宝抱抱。控制不住。